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今天的节目非常重要，我们会深入分析一下近期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是否会引发美股的持续下跌走势。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行情，投资朋友们应该逢低加仓买入 VOO 或者 QQQ， 还是应该提前止盈离场，避免进一步的损失？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于美股、黄金和比特币资产现在给出的是买入、持有还是离场的信号。此外，我们的 CRI 投资组合最近有哪些新的持仓变化？查理接下来的加减仓计划是什么？别着急，我们一起来慢慢聊。事情的起因是10月8日，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对稀土及相关材料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理由是国家安全。这些措施将从12月1日起正式生效。那在10月9日周四的记者会上，就有记者问川普对中国政府的出口管制措施有什么回应。当时川普表示，他也才刚刚听说这个消息，但是需要和内阁成员开会讨论，详细了解一下事情的细节。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0月10日周五的上午，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了一段长篇推文。川普说，中国对稀土材料的出口管制措施是非常敌对的行为。中国的出口禁运会影响到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这些措施对于国际贸易而言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耻辱。基于中国的种种行动，美国将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加征额外的100%的关税，并且从11月1日开始，美国将对重要的软件产品实施出口管制。推文一发，直接导致还处在6750点高位巡航的标普500指数出现了闪崩。在10月10日盘中的交易时段，标普500一路下跌，收在了6552点，直接跌穿6600点到6700点这个区间，总体跌幅高达2.71%。要知道，上一次标普500单日跌幅超过2.7%，还是在今年的4月10日，川普的解放日附近。这难道意味着中美贸易战要重燃战火？我们又要见证像今年3、4月份那样，美股大盘高达20%的崩盘吗？相比于标普500，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指数跌得更凶，在10月10日暴跌了3.49%。有朋友可能会觉得也还 OK，2%到3%的下跌幅度听起来也没那么吓人，对吗？然而，我们刚刚讲的仅仅是美股大盘的2大核心指数，如果你看个股的下跌幅度，那确实还是挺 scary 的。这张图显示的是上周五热门个股的单日下跌幅度，可以看到今年表现最亮眼的高波动股票，像 Robinhood、SoFi、Coinbase 等，下跌幅度都超过了7%。而最近表现非常强势的半导体板块，像半导体指数 ETF SOXX，下跌幅度也很重，有6.3%的跌幅，甚至像台积电、博通等芯片巨头都有超过5%的大跌。很明显，市场非常担心中美贸易战升级，可能迫使川普政府再次重启拜登时期那样的对华芯片禁运的政策。要知道，如果这个举措再度实施，对于半导体指数 SOXX、SMH 的杀伤力是惊人的。在2024年7月到2025年4月这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SMH 总体跌幅高达34%，就是因为美国政府限制对中国的芯片出口。我们确实需要保持关注事情的进展。那 CAN 的恐惧贪婪指数也在周五跌到了恐惧的区间。自从今年4月中旬，恐惧贪婪指数再度跌破25的位置，距离极度恐惧也是非常接近了。如果我们看标普500指数和它的125天移动平均线的走势图，会发现目前标普处在6552点，它的移动平均线在6179点。那在接下来几个星期，我们很可能看到标普500指数震荡下行，但是它的移动平均线还是保持向上的走势，这样两者在6300点到6400点之间会实现一次交叉。其实，在漫长的美股牛市中，我们可以每隔6到9个月就观察到一次这样的交叉行情，而这也往往意味着标普500的短期回调快要结束了，最佳买点就在附近。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有
不小的机会，在10月下旬观测到美股大盘抵达阶段性的底部位置，然后到11月至12月份，美股开启震荡行情，标普500和纳指重新向上走高。事实上，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于目前的美股大盘给出的居然是绿色的看涨信号。没错，查理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CRI 系统给出的建议和绝大多数财经类博主的观点完全不同。也就是说，系统不建议大家在10月份止盈离场，而是建议朋友们逢低抄底买入，包括像 SPLG、QQQM、SPMO 这样的美股指数，然后坐稳扶好，拿着不动即可。等待市场在2025年底再次推升我们的资产价格向上走高。查理是非常相信 CRI 投资系统的决策的，因为我们还处在2025年的美股牛市大行情中，想要抄底到最低点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查理建议大家可以利用好川普砸的又一个白银坑，在接下来几周分批买入指数或者有上涨空间的个股，而不需要再等等，奢求在底部的位置抄到最低点。虽然系统预测10月份回调的标普500底部大概率会出现在6238点到6450点的区间，但是谁也无法预测，万一川习会突然传来个好消息，标普500可以在瞬间暴涨到6600点以上，这样我们又错失了买入的良机。此外，查理得到的数据显示，华尔街的机构投资者在10月10日的黑色星期五其实是在趁机逢低加仓买入美股的，这和 YouTube 上充斥的机构在抛售、散户在接盘的论调完全不同。可以看到，在10月9日，机构投资者的股票持仓比例只有66%左右。然而到了10月10日，随着川普的砸盘，标普和纳指的暴跌，机构投资者居然趁机加仓买入了美股。截止到10月10日收盘，机构投资者的股票持仓比例从一天前的66%瞬间暴涨到了74%，是不是很诡异？也就是说，今年业绩大幅跑出散户的华尔街，他们其实是在上周五故意砸盘，试图吓退散户投资者，然后趁机抄底买入股票。只有等机构满仓之后，他们才会再开始暴拉美股。等到12月底，他们全年的绩效表现才会更好一些。也只有这样，他们的 bonus 年终奖才能拿到，是不是？那对于查理斯木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就应该握紧手中的股票投资，别被机构砸盘吓着了，静静看他们的表演就好。因为从历史来看，中美两国的博弈往往会以进一步的谈判、勾兑、利益交换为结束。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看到，在10月31日川习会开始之前，两国政府已经达成了交易，中国适度放宽稀土出口，而美国也不对芯片进行出口管制，这样美股又会有新一波的上涨动能，大家皆大欢喜嘛。我们就耐心等待就好了。从最根本的角度讲，本轮牛市推升的基础是美国的富人阶级，他们手中的资金、股票资产还是相当充裕的，尤其是 AI 人工智能的泡沫化，让美国的有钱人在这2年赚得盆满钵满。他们不可能在川普政府试图强力刺激美国经济的2025年就大规模抛售手中的股票，来换取正在贬值的美元。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资产阶级必然是继续吹 AI 的泡泡，等到2026年下半年，本轮牛市走到末升段的疯牛行情，再逢高抛售股票。所以现在我们的个人投资者也不需要被短期的消息面吓破了胆，提前止盈离场，错失最后的上涨波段倒是小事，关键是提前止盈离场会扰乱我们的投资节奏，这才是最危险的。各位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在2025年10月份大幅卖掉手中的美股，然后空仓等股灾，不幸的是，标普500又继续向上暴力上涨到2026年的秋天，然后才开始漫长的熊市下跌周期。那到了2026年的秋天，已经空仓了1年的我们，会不会按捺不住内心赚钱的渴望，在熊市下跌的早期就一股脑买入美股呢？从投资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接下来会怎样？毫无疑问，如果美股的熊市下跌行情从2026年秋天一直延续到2027年年末，我们将面临非常痛苦的被深度套牢的局面。绝大部分投资者都会选择在2027年的低点割肉离场，跑不赢标普500指数不说，反而会亏一大笔钱。
所以，如果你想避免被华尔街收割，想要获得超越市场的投资回报，请订阅查理斯木频道。我会每周更新最及时的市场动态和资产配置情况，让朋友们可以更早的实现财富自由。好，聊完了美股大盘，我们来看看黄金 ETF GOD 的走势情况。可以看到，随着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升温，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首选，它的价格在过去1个半月持续创新高。目前 CRI 投资系统对于 GOD 的走势预测是黄灯持有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不建议大家在这个节点逢高买入 GOD 或者黄金类 ETF， 因为短期内回撤下跌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如果您是长期的黄金投资者，那么持有手中的 GOD 就好了，也不需要再追加买入。在接下来的半年到1年内，我们还可以等到黄金的价格有回撤，并且企稳之后，再逢低加仓 GOD 或者 IAUM 的机会，但肯定不是现在。对于比特币 ETF IBIT，CRI 投资系统给出的是绿色看涨信号。虽然加密货币在过去几天波动非常大，但是只要你不做期货，不开杠杆，那么稳稳的持有比特币现货或者 IBIT、FBTC 等标的是比特币价格的 ETF 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事实上，我们极有可能看到比特币的价格在2025年年底再度突破前高，来到13万美元的上方。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拿稳 IBIT， 或者可以等到它价格回撤到64美元以下，再逢低加仓买入 IBIT。此外，有朋友问查理，可不可以买像 MSTR 这样的代持比特币资产的公司呢？查理的回答是最好不要买，因为 MSTR 是举债买入比特币，它的股价和公司本身的财务状况也密切相关。我们很可能看到比特币价格震荡上行，但是 MSTR 因为它的经济因素，甚至只是因为市场不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就导致 MSTR 股价反而下跌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您看好比特币，那就直接买币或者买 IBIT 就好，不需要考虑代持比特币的公司，因为他们是没啥基本面可讲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截止到2025年10月13日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给出的美股、超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CRI 投资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股票市场的走势、美债及利率的变化、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等等，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配置做出必要的调整。目前 CRI 投资系统把80%的资金还是放在美股指数和有上涨动能的个股，另外20%的资金则分配在比特币 ETF、IBIT 或者 FBTC 上。这是因为股票和大宗资产市场当前给出的依旧是绿色看涨信号。系统不建议查理过早止盈，而是建议继续持有手中的股票和比特币资产。然而和以往不同的是，美股大盘指数包括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标普500指数 SPLG、科技板块指数 IYW， 它们的价格都已经非常接近 CRI 系统给出的买点了。朋友们可以逢低买入这些指数类 ETF， 是非常不错的入场时机。此外，亚马逊、Meta 和波音公司的价格也非常吸引人，系统建议可以考虑加仓这3只个股。那对于比特币 ETF、IBIT 和 FBTC， 它们的市场价也非常接近系统的买点，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也可以考虑逢低加仓买入比特币资产。对于短债和黄金，系统给出的分配比例还是0，我们不需要积攒现金储备或者买入黄金 GOD 避险。这是 CRI 投资组合在10月13日的最新持仓情况。我们还是遵循 CRI 系统给出的投资配置建议，把80%的资金放在美股，20%左右的资金放在比特币 ETF、IBIT 上。最近没有太大的持仓变动，做稳扶好即可。那排在前5位的投资分别是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Meta、比特币 ETF、IBIT、亚马逊和 Adobe 公司的股票。如果查理的 AI 系统接下来检测到美股或者比特币市场有持续下跌的风险，查理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请朋友们保持关注。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卖掉部分的股票或者 IBIT 的仓位，但现在还不存在这种情况。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于中美贸易战以及标普500接下来的走势有什么看法？请您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让投资朋友们可以一起讨论。此外，查理斯木的每期节目都配有原版中文字幕，
您可以点击视频中的 CC 按钮观看。YouTube 自带翻译功能，您还可以选择观看英文或者其他语言的翻译字幕。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投资财经类的主题，经常涉及到专业术语，查理建议朋友们开启字幕功能，这样观影体验会更加流畅，效果更好。如果查理斯慕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查理非常期待得到朋友们的反馈和来信。祝您投资愉快，穿越牛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